我这个小兄弟啊，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买的第一台车，19000的帕萨特啊，19000块钱，便宜绝对是有便宜的道理，但是不能瞧不起人家帕萨特，它就是帕萨特，各种问题，烧机油啊，漏油漏水啊，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车呢，前任车主啊准备了一些项目，比如说摆臂啊、水泵都换过了。那因为刚参加工作嘛，实话实说，我们那个时候手头也很拮据，咱们能省给他省啊，在不牺牲维修质量的情况下，尽可能的省点钱，把这台车给他修好，满血复活。准备搞帕萨特，这个兄弟从昆山过来是吧？对对对。这么多故障灯亮的不用怕，轮子上某一个轮子的传感器坏掉了。哦，其实东西没坏，传感器坏了。哦，只是传感器坏了。15万多啊，买了19000块钱，现在这个帕萨特老划算了。这个大众车啊，凡是中间带个表的啊，这个都是高端品牌啊，都是高端车型。这个就是传说中的8888啊，烧机油大户。看，还缺块板，看到没有？这个是车辆名牌啊，车辆名牌。ABS 里面，因为它肯定有传感器不好了，油箱通过量不正确，那就是碳关电磁法通病，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呢，这个是变速箱里面啊，这个是 ABS 还是那个轮速传感器的问题？哪个轮到时候看一下。液压棒啊，这个就是阀体的问题。那个变速箱里面阀体，机电控制单元里面的阀体，那这个棒呢是没有单换的，要换就要换阀体总成。阀体的话呢，现在市面上的都是翻新的阀体啊，全新的死贵。左后右后的2个轮速传感器，就是 ABS 传感器也不贵，原厂的也就100来块钱一个啊。对，然后这个呢，这个故障呢是被上面2个铅带出来的，换完以后匹配一下，这个胎压的故障就没了。轮胎我看了都没有，都没问题，没问题。这个自动驻车系统里面也有故障啊，那么有可能是这个坏了，但是也有可能是轮速传感器引起的，都有可能。先换轮速传感器，再考虑这个东西。对，还有一个牌照灯的问题啊，这不一定是灯泡问题，有可能后面灯座都有可能的，对，有可能是模块。那个天窗顶灯这个总成有没有？有的话，价格便宜的话帮我发一个过来。车子修好掉之后呢，这个高压棒压力是先往下掉一会儿以后又会涨回来，如果只掉不涨，那就是个棒泄压了。涨回来这边汽油会挥发嘛，对吧？掉是因为车不工作了，油压不泵了嘛，对吧？只掉不涨那就是有问题的，你看到没有？直接掉到完犊子了，掉没了，看到没有？直线下降，不会到0吧？启动的时候有没有难启动？启动的时候就是会迟一点，多打几下，没有说打不着过。你看没了，没了，我操，0！不是，我操，这他妈谁接的线？怎么一坨一坨的？我操，漏成这逼样！那底盘大致先看一下啊，那摆臂是换过的，应该没问题。然后呢，吊杆也是换过的，把拉杆球头破了，看到没有？那下半边球头估计也不大好了。这个牌照灯啊，咱不管了，它就是摄像头装过以后，它亮是亮的，主抗不一样。你看，这个是天窗，这个是天窗板吧？啊。然后这个内饰都给你搞好了，看这个天窗管子好不好？好的，我来看。看过好的是吧？啊。帮我把这个顶灯开关框架帮我换上去啊！这个小帅哥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咱们这个顶灯啊，拿的也是上汽大众原装的。顺便呢，这个天窗也给它检查了一下，保养了一下，里面稍微帮我吹一下，等下这个灰尘啊。极品车况啊，便宜有便宜的道理，对不对？是不是？便宜是不是有便宜的道理？这车上还能有这样的东西吗？保险丝爆了啊！我操，保险丝爆了，然后再直接那个替代了，是吧？人才放下元宝梁，放掉机油。便宜绝对是有便宜的道理的，就跟娶媳妇彩礼是一个道理。什么样的货色，什么样的价位，拿掉进气气管，拿掉涡轮增压，拿掉链条上盖，发现链条是没改进的，拿掉链条下盖，发现链条张紧气也是没改进的，拿掉气缸盖，发现大事不妙，好像拉缸了。掀开油底壳看看里面什么情况，尼玛全他妈拉伤了。挨个捅出活塞，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你看，活塞环对口，活塞全部拉伤，这种情况洗免拆之礼是不是智商税？踏踏实实修车就这么难吗？非要去搞那些歪门邪道？风量很大吧？是不是跟老夫女一样？说对。那排气换下，进气摇一下进气。它这个空气螺丝就只有一个垫片对吧？对，就一个。我靠，那它之前没漏。外面那一块没有。好吧，那垫片搞一个垫片。气门导管直接换掉啊！明天上午帮我拿回来啊，兄弟，抓紧时间啊！好，后面还有车啊，盖了吧？这个是它的辅助水棒，里面都已经击穿了，防冻液都渗进去了，看到没有？棒内部击穿。
这根管怎么了？这个管以前磨到的打的胶啊还有这个传感器传感器怎么了？磨到的，也磨到了，有没有磨穿？看得出来。没磨穿就算了，就不换了，好吧？这个管子换一根，给它胶水打这里总不是个事情。现在比较烦的是，就之前啊，这个家伙插头换了以后，你换插头就好了嘛，他把整个带线的给我剪掉了，这么一坨东西在这里，这样造成了它那个外面的护套没法上，看到没有？这个护套，我想把这个护套给它上去，那就要把它这个线重新搞过，过长的线剪短，粗的线改回细的，这样才能够放到这个护套里面去。这几个破损的插头都一起换掉啊，这东西有单独插头换的，你不要他妈动不动就咔把线剪了，而且装上去那个还是帕萨特 B5的这个插头，我线跟口都对不上。然后呢，把这个头子买过来，自己压个线啊，给它做一个针脚。它这个插头啊，它原来装的那个插头看到没有？它里面那个是夹片的，两片的这种是帕萨特 B5的，然后从11888的发动机开始，里面是方针的，看到没有？是方形的针，所以说我整个插头都给它换掉，然后其中3号脚的线改成细的，4根粗的线，外面那个套子里根本容纳不下的。这样一来呢，把插头线束全部修复，然后把外面那个护套装上去，终于下了车了，对不对？虽然说的要给它省一点，但是硬伤也没办法，对不对？你看这种机脚都这样子的，这个发动机机脚、变速箱机脚，那不得不换，对不对？不换都没办法。这个暖风水管看着像是换过的，但是呢质量又很差，你看鼓起来了这种，那还没用多久，两头就起包了。那你说换还是不换？这个减震器啊，无论减震器好不好都不换啊，就把它这个破损的这个东西拿掉，就把它破损的这个套子啊、平面支撑顶胶啊，还有个下胶块给它一起换掉。你看没冤枉它，对不对啊？平面支撑都散架了。所以说啊，趁机一起换掉，一了百了，不然你以后后患无穷啊！一根减震器搞定，然后呢，接着搞第二根。呀，这个进气气管状节气门的孔要干嘛？要镶个螺牙套，为什么要镶啊？里面以前都是用那种铜丝啊什么扎带塞进去的。哎呀，我去，都是人才。镶螺纹套，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啊！原来那个已经拧不紧了，镶完以后呢，改成这种 M6的原厂螺丝，然后他自己那个自控螺丝啊，给它放车上带回去，万一以后他要换，以后他气管坏掉了，换新气管还能用回去。然后换一个活性碳化电磁阀啊，这个也是这款发动机的通病。然后趁现在进气气管在下面的时候好换一点，直接给它换掉。到车上换呢又得拆一遍，多麻烦。我们是绝对不会容许这种电线防绑掉这种情况出现的啊。所以说保险丝片能搞到原厂的，我就直接给它搞原厂的，看着也舒服，对不对？用着也安心。这个元宝梁上这些恶心的油渍啊，都给它刷掉，好看一点。那元宝梁衬套，这个车呢，它好搞的全部都自己搞过了，难搞的留给我来搞，好搞的前任车主都给它换过来。完美安装元宝梁衬套，这个也换成新的啊，舒服。这个稳定感眼下是好的，所以就不给它换了。它其实能换的前任车主都给它换过来，不好换的那没换。更换气门导管，研磨气缸，这是阿波师傅搞的。终于给我洗完拿回来了啊！这一次时间有点久啊。2个后轮轮速传感器给它换掉啊，这个没办法。然后呢，这个轮速传感器要跟他讲一下啊，一定要拿原厂的，不要拿副厂的啊，不然呢几十块钱一个的用不住的。原厂的我们进过来差不多就是100来块钱一个。传感器就在这个位置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俩东西换了以后呢，所有的故障灯都会亮。像这个涡轮水管，对吧？之前打过胶水，而且都已经发胀了，这根旧的没用了。那趁现在好换，给它直接先换掉，到车上就没法换了。机油喷嘴啊，30牛米。再怎么省，这个大瓦总得换，对不对？这个没办法，我们给它使用带涂层的大瓦。这个小兄弟呢，我看他很对位，我看他就像看到了当年刚大学毕业时的我，所以说我也想很用心的给他修这台车。无论再怎么省，安全要注意啊。第一道，最后一道的这个大瓦螺丝给它换新的。那这个大瓦螺丝呢，就算换了新的，也有极小概率会断啊！你们不要怪我，要怪就怪厂家设计的问题。你们看啊，第一道这里是空的，最后一道是空的，中间3道呢这里都是实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侧面有辅助螺丝，看到没有？可以穿过去。但第一道跟最后一道没有。所以说，如果说这个螺丝我已经给你们换新的了，如果说这个螺丝断了，保修系列断了，我认倒霉啊！保修期外断了，你认倒霉，因为这个锅咱俩谁都不背。大瓦螺丝60牛米加90度啊。使用小日子锂盐的活塞和活塞环，活塞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油环是淡化处理的波浪油环。为什么我更喜欢小日子的活塞呢？倒不是说原厂的不好，只是我个人偏好更喜欢东京冷，我不太喜欢啄木鹰。来吧，同志们。可以啊，来啊，来啊，来啊，嘣一声，那种老化了。这张皮垫子呢是用来封取螺箱串气的啊，所以说大修的时候最好是给它一起换掉，不然的话到时候倒串气倒串上来以后呢，会导致废气阀的负担增加，油气分离不干净。
原车的油底壳呢已经不行了啊，螺丝已经滑丝了。这个油底壳呢是之前那个换铝合金油底壳的车主，他要求比较高，他换下来了，反正就友情赞助给他了。因为这东西旧的我也不可能拿来卖钱，对不对？但这个东西呢，你们以后来找我修车，不要动不动就友情赞助啊。这个东西看缘分，手上刚好有那就送你了，没有那我也没办法。原车的油位传感器漏了，那我们给他拿了一个新的啊，这个没办法，没法友情赞助你啊，这个没办法。平衡轴一定要温柔插入啊，修这个东西才能够见识到男人的不是修理工的自我修养啊，轻松插入。途哥温柔插入啊，轻松插入。这个电磁阀原车的已经漏了啊，国产的是黑色的，这个呢是之前那个车子换下来了，它没漏，但是车主要求比较高，说怕要用换新的，所以这个多下来就送他了。平衡轴油封一次性更换啊，这个堵盖一次性的啊也要换掉。我们用的呢这个是大货车上的黄铜堵盖，水泵皮带换新的啊。然后呢这个螺丝啊，这个水泵的螺丝反牙的，根据我的经验，大家打个16牛米左右刚刚好。双质量飞轮呢我们摇晃了一下啊，间隙还可以。双质量飞轮的螺丝呢一定要涂螺纹胶，那有谁知道为什么要涂螺纹胶呢？对接发动机和变速箱啊，咔嗒一声就进去了，老爽了。那虽然说省归省，对吧？那火花塞你说要不要换的，对不对？那肯定得给它换原厂的，是不是？然后呢，气门弹簧进气门的容易断，那虽然说要控制成本，但是弹簧我还是给它换掉，毕竟是人家的第一台车，对不对？就跟第一个女朋友一样，要非常的重视，对吧？哪天万一弹簧断了，那不是完犊子了？缸盖3通换成铝合金的，然后呢，这个密封圈咱就扔了不要了，换成浮胶圈，对吧？这辈子都不会换了。这个缸盖从气门导管到气门弹簧到火花塞到后面的3通啊，该强化的强化，该更新的更新，那就是个强化的缸盖。这个气缸垫呢，我们不得不给它打胶，正常的车辆我们是不打的啊。那这个车为什么要打呢？给大家见识一下，来，三哥，把那缸盖来吧，看到没有？它之前防冻液用的不好，这个面啊麻麻赖赖的，为了防止漏油冲气缸床，还是给它打胶。正面再打一层胶啊。这个水泵呢，前任车主给他换过了，那咱就不给他换了，这个钱给他省下来，用到别的东西。那这个水泵咱就不质保了啊，因为毕竟是之前别人换的，一般也没什么问题，我看起来质量也还不错。上缸盖，完美。直接60牛米加90度啊，这个缸盖螺丝不用怀疑啊，几百上千打的4眼绝对没问题。各种密封圈啊，能换的都给它换掉，全部换成浮胶圈。领筒废了一个，对吧？好，换掉。上，拖轮轴咱就不换了啊，它原车的也没啥毛病。这个机油散热器啊，他自己前任车主也给他换过啊，那就不换了，又省钱了，对吧？这前任车主还算是比较厚道的。来下盖，下。你这么猛呢，就徒手压下去了。这两个传感器呢，上中下蓝啊，因为考虑到预算问题，它也没有击穿，咱们就不换了。到时候如果说真的用了几年以后漏油了，你当地换，或者我再给你俩旧的，你拿回去备用。这个拖轮轴瓦架考虑到成本，那就不换了啊，本身拉的也不厉害。然后呢，要轻松徒手推入啊，不能硬干进去。哎，对，全套3代EA888的链条，绝对没有问题，万无一失。3位4通阀，27牛米啊，其实打30的也没事啊。密封圈也给它换掉啊。这屌车不是踏头被人剪了，就是螺丝滑了，我都不知道搞了多少螺丝孔了。上涡轮，这管子都换过了啊。等一下，下面那个断路阀给它换掉啊，之前漏油的。你看一点缓冲都没有了，这轮子也废了，对吧？这涡轮的螺丝是不是换了好几根啊？一根是吧？啊，换一个皮尔伯格的多轮增压断路阀啊，涡轮增压断路阀就皮尔伯格原厂配套的。你看看这个车惨不惨？连个支架都是断脚的，那咱们给它配一个支架。这几个喷油嘴的白环呢，给它换掉，原来的已经不行了。这个喷油嘴啊，来的时候是好的，大修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就不是说什么都换了。你喷油嘴如果回去它坏了，你当地换，这个是突发性的问题，跟大修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本帅专利的废气阀，内置撞凝机构，在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双重分离、双重保障，上去吧。对，这边进气气管安装掉。这种圆的刹车真空泵很容易漏啊。方的那种不会漏，那这个刹车真空泵呢，不建议大家去换什么密封圈，因为我吃过苦头的，换过以后有一定概率踩刹车会硬，所以说直接给它换一个新的，换一个全新的高压泵。那为什么要换呢？因为这个旧的泄压了啊，熄火掉以后压力立刻变成0。那换这个泵呢，你可以直接拿博士的，因为原厂就是博士配套做的。我们这儿绝对不会给你用那些什么杂七杂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定尤其是核心部件，一定是原厂的或者是原厂配套的。修车一定要仔细啊，差一点又酿成大祸，看到没有？这个管子红红的，漏防冻液的痕迹，一个不注意，
就蒙混过关就过去了。但到了车上以后呢，万一再漏，你这根管子就没法换了，因为要换这个管子，你要拆涡轮。还好永康本地有这么一根管子，拿过来直接给它换掉。缸顶器呢，原车那个一叽叽就会响了，然后考虑到预算问题啊，因为压不住的这个预算，所以给他找了一个拆车的，但是还是好的。这个吸盘呢，铁的是买不到啊，现在只能买到后期的塑料版本。哎，这个是什么插头啊？这个活动水泵，辅助水泵的是吧？原来那个腐蚀掉了对吧？啊，那就给它换一个插头呗。这个发电机轮子呢也换掉了，这个发电机皮呢还行，那就不换了，也没啥裂纹，应该是前任车主换过的。然后呢，这根管子也给它换掉。为什么要换呢？之前那根裂开了，用胶水浇在那里，都是人踩，看到了就把它换掉，反正也不贵啊，100多块钱。发动机总装完毕，进入机舱。发动机上去了，上半轴，上元宝梁。钟哥，等一下记得把两边的这个横栏杆球头换掉啊，横栏杆球头换掉啊，然后紧过的螺丝全部都用油漆笔给我描掉。之前有个车我就不说了，交出去以后被人动过了，动过以后呢掉出来了，说是我没给他搞好，实际上呢我们都是描过的，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使用德联的防冻液，这个呢是奥迪出厂的时候御用配套商之一，那给大众用绰绰有余，对不对？使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88、99我们是不用的，那我们用的是德联的5W40，就是奥迪出厂的初装油，这不是最顶流的机油，但绝对是合格的机油。平时保养加5升啊，4升半在机油尺中线，5升是机油尺上限。发动机初装加6升，因为这个大修过的发动机里面是空的，所以要多1升。然后呢，空气滤芯外壳给它换掉，外壳里面总成连滤芯都带了，所以说滤芯就不用开了，直接开一个外壳，老划算了。来启动，一把就打着，完美。这些进风口的管子全部都换新的原来都挂不住的，旧的管子呢，这一堆全扔掉。然后呢，我们开始换手刹开关，这个我视频里面就不体现了视频里面太长了。换个开关还要把整个中控台拆掉，这什么设计啊？这是。好了，新的上去 ，nice。那现在这个机器看起来就舒服了，对不对？原来一塌糊涂，线都是乱七八糟的。那你看现在，对吧？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对不对？把这个车最后一个故障给它解决掉这个叫空气质量传感器。这个东西呢是装在这个里面的新的换上去了故障码消一下就完事儿了。最后一个故障码我们把它清掉。好了，没有故障码了，搞定。这个管子得换掉没仔细看，看到没有？这里有个鼓出来的，是吧？脓包鼓出来，这个可能得换掉。这根螺丝呢被原车主就原来的修理厂搞丢了，搞了一个替代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它太短了，所以搞了一个螺母垫在这里。要么我就把它切短一点，要么我就给你重新订一个新的过来。全新的管子，这个螺丝给它上去了，这螺丝送它了，友情赞助，这个上去了，好，可以了，这才像样吧，对不对？奥迪原装螺丝，来，咔嚓一声，哦耶，这才舒服嘛，对不对？这管子万一炸了就完犊子了。找阿亮师傅做4轮定位看有2个参数是不好的，红的就要调到绿的区间。出去试车，动力澎湃，声浪迷人刚刚一圈飙回来。对面英皇国际的灯已经关掉了已经倒闭了，小姐姐已经没有了，其实也没啥好看的，是吧？一条玉臂千人整，半点朱唇万人藏，没啥好看的，还不如看我秀车，是不是？试车，我今天晚上回家回金华，差不多50多公里，这一来一回呢100多公里，那试车肯定也够了。有什么问题，这100多公里开下来，肯定也都显现出来了，对不对？果然有问题。试回来都开200公里了，开到店门口，路上灯亮了，发现什么问题这里面憋的都是气，憋的都是气，很足的气吗？碳罐堵掉了吗？刚才很足的，把我放掉基本可以确定是活性碳罐废了。这个碳罐电子阀呢是上汽大众原厂的，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容易坏呢？很多程度上是因为每次加油都加到跳枪，跳枪以后油平面的位置高于碳罐的位置，倒过去把那个碳罐给淹死了。长期油加的太满，就会引起碳罐电子阀提前损坏。发动机下护板这车也没有的，我们给它补一块上去这发动机下护板原来是没有的然后呢，8个螺丝，来钟哥看一下，8个原厂螺丝给它全部配上，友情赞助了终于有发动机下护板了这块下护板既可以挡灰尘，又可以形成底盘的气流。就是这个螺丝原厂螺丝都被我用完了，赶紧去订螺丝。洗刷刷，洗刷刷，洗车，准备交车。让我陪同我们这个小兄弟一起试车感觉咋样？可以，很棒，很棒。要实事求是不好就不好，好就好
就这种，我估计要就这对，这不能让你失望，对吧？对。来我这里修车的走的都是满意的，真的必须满意。我这个小兄弟今天来拿车了，试车之后感觉咋样？感觉动力澎湃，声浪迷人，来血复活。好。然后呢，回去之后按时保养，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啊。它用的是 5W40的，你不一定要用金美孚，不一定要用金翘、玫瑰金的，但是你必须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88、99、168、198，千万不要去错过。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做到这些之后呢，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兄弟接管，友情赞助啊！谢谢功夫熊猫韩哥啊！做到这些之后，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好了，这一期到这里，点击下关注，爱赛熊猫，修烧机油不迷路。完美交车，来到，没事。好，只要是我钻在这个发动机舱里面，那肯定是大搞，不用说，100%是发动机烧机油大修。进口大众的迈腾旅行车，严谨的德国工艺，为什么也会烧机油？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设计上出了问题。无论你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只要有它这个设计缺陷的结构，你无论开多久，它早晚都是要烧机油的。那要解决烧机油怎么办呢？泡药水，做免塞治理，还是做那种3000、5000的低价引流的发动机大修？我告诉你是没有用的，便宜没好货。必须使用原厂件，必须使用改进件，必须使用强化件，把它原车的问题解决掉，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烧机油的顽疾。如果你只是凑合一下，隔靴挠痒，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进口大众12万多公里，车呢是南宁的车子，一直在南宁当地保养。今天修进口大众，进口的也烧机油啊！启动。我们看一下负压啊，你的这个负压是严重不合格的，看到没有？个位数，对吧？这个车主的要求啊，部分补漆，无钥匙进入，电动尾门，整车密封检查。那整车密封是啥意思呢？顶棚这个好理解，内饰好理解。去年烧机油用了一道添加剂正常了，看是否是波浪环。那如果不是波浪环，是不是没烧机油也要拆发动机？这个就要问车主自己了。更换胶管、密封圈这个都可以，3元催化检查这些都可以。就是它这个发动机搞还是不搞？那如果它不是波浪环，但是现在又不烧机油，那到底是搞还是不搞？车辆名牌，那就是车辆身份证。先拿下银保良，然后伴奏，进口的、国产的都是一个套路。来3。涡轮啊，检查一下啊，有没有漏油。如果没有漏油，这涡轮就不用换了。这个断路阀里面都是油，对不对？对。揭穿了，这管子都不行了，你看到没有？都老化掉了。这根管子漏油了，给我搞一根啊。它这一款车啊，虽然说进口车啊，链条跟轨道还是没有改的。后期的2代进口的，它也改掉了。拿掉。我们看一下啊，它这个是很奇怪的，你看张紧器改了。这个张紧器也改了，但是链条没有改啊，杂交。它这个发动机里面有汽油味吗？好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这个地方你闻一下有没有汽油味？刷的被汽油冲刷的这么干净，闻一下味道有没有？闻的好像是有一点，是有一点是吧？切，小伙有点虚啊，捏得太牢了。哎呀我去，这个双质量飞轮啊，这是 2.0T 的啊，它这个里面的框量有点大，就是里面那个螺旋弹簧有点疲劳了。那这个框量呢，再摇继续摇。这个框量呢，你说坏也没有说它坏，但是呢也没那么好，问车主自己要不要换。好，拿过来看一下，主要看这么几个东西啊。第一个，活塞环有没有对口啊？第二个，油环有没有堵住，对吧？那这个活塞环就对口了，看到没有？拨这一点，一缸的活塞环对口，然后呢，油环是一体环就被堵住了。这个活塞呢，用也可以用回去，它局部磨损大概是1/3，但是呢，要求高一点就把它换掉。如果说你凑合想继续用的也可以。哎，第二缸。我们用的这个锤子是塑料锤啊，有的人说我们用大铁锤，这个有一点点拉掉了，看到没有？所以这种情况你不修是不行的。你泡个免塞治理，它拉掉的就不拉掉了吗？对不对？活塞环对口了，看到没有？你泡完免塞治理它就不对口了吗？第3缸，来转过来，哎，这个没对口，但是马上对上了，转过来，回到那个对口的位置。你看这个在这里，这个在这里，相差不到30度，对不对？最后一缸，好，出来看一下。手拿掉，不要挡着我啊！这个跟扩大那个缺口那个位置，对，这个两个呢对手没对上啊，相差的还有一点距离，但是这个油环已经被气碳堵死了。气门导管间隙，看到没有？这么大的气门导管间隙，所以说啊，你要解决问题，从物理上去解决。这个好一点是吧？这个是基本上是摇不动，也有一点。但这个能接，但要换掉一排换了。正常的呀。这正常的要换掉一排换了。正常的，这个没啥解决。等一下，
量出来是多少丝波哥？ 40，负4丝对吧？对。那应该用什么标孔还是大孔？负40有大孔了。负2到3丝是大孔哎，负4丝你跟我说是标孔，你之前跟我讲过的。标孔有点紧啊。此处和阿波师傅争论10分钟。经过波哥的测量以及我们的激烈讨论啊，最终决定用标孔的啊，不用大孔也不用小孔，这个是标孔的。到时候紧了松了，波哥你别赖我啊，到时候你那个师傅要骂我了。那波哥抓紧时间啊！挡水板啊老化开裂了，那我们也不是什么都给人家换，能补的也给他补回去，对不对？我现在摆的是小视频，摆的那个没啥黑。还有这个发动机机脚，你们看一下要不要换？是不是啊？都已经裂成这样子了。还有这个变速箱机脚，对不对？要不要换？这个变速箱机脚，这个元宝梁衬套，你们觉得要不要换？都这个逼样了。拿回来了啊！但是我试了，现在如果你的进口220的气门油封啊，那本身就是进口的。气门导管看这边是铜的，这边也是铜的。原来呢，一边是铜的，一边是铁的。气门已经装好了啊，气门换了一个，有一个不大好，其他都是好的。那好的咱就不换了。然后呢，火花塞换17奥迪的，17大众的。然后这边换一个铝合金3通，换辐胶圈啊，完美无缺。现在全部改成这种铝的啊，配上辐胶圈，王炸，对不对？火花塞30牛米拧紧。机油喷嘴，这是用17奥迪原装的。为什么要给它换机油喷嘴呢？这几个喷嘴也不是说一定坏了啊，但是有可能这个喷嘴不好了，一旦泄压以后，你这个喷嘴在最里面的，你发动机得分解一遍，那这个风险你敢不敢冒？这个活塞呢，我一直是用小日子李岩的活塞啊，大家看一下，用的是3代EA888 82.420的活塞环，气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油环是氮化处理的油环。那为什么用小日子的呢？因为我比较喜欢小日子的东西啊。这个活塞跟科尔本原厂配套的这个活塞是平起平坐的，之所以用这个，完全是个人喜好，跟品质没有关系。机油喷嘴30牛米，17奥迪的原厂止退片啊。那像我们大学呢，实实在在不搞低价引流，该换的东西都换掉，该用原厂用原厂，对不对？我都想不通，那5000块钱的大修，现在据说有3000块钱的大修，怎么被他们做出来了？这大把螺丝啊，最后一道跟第一道一定要换新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螺丝啊，你看中间3道，它侧边还有辅助螺丝，对吧？那头尾是没有的。你看这边它辅助螺丝从这里延伸过来穿过去，对不对？那头部这里是空的，是吧？尾部这里是空的。那有可能呢，厂家是故意这么做的，希望以后的5代EA88发动机这里能有螺丝，这里能有螺丝。但是5代的我没修到过啊，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如果这边的螺丝或者这边的螺丝如果有这种锻造螺丝，那是不是更稳妥，对吧？它既然两边没有辅助螺丝，这个是铸造螺丝啊。你如果这有锻造螺丝，那强度更高，应该也可以。下次我去找一找有没有这种锻造螺丝，直接60牛米加90度啊，绝对没有问题的。小瓦螺丝30牛米加90度啊 ，2.0T 的原来是40牛米加90度，因为螺丝是2次利用的，所以打30牛米加90度。这个机油散热器不行了啊，水从上面进去，里面出不来就得换，没办法，不要老说我是创建工，该换的你就得换。下盖儿，进口车呢用的都是这个06K 的油封啊，要用专业工具导向，来吧。这个皮垫子呢是用来挡住曲轴箱串气的，其实原车的也还好，那安全期间还是给它换掉。这个阀呢，我基本上没见过有坏的啊，怼2下，单向指挥功能 OK 就没问题。车主啊，指定要用铝合金的油底壳。那这个铝合金油底壳呢是进口的3代EA888用的，但是呢，你用了这个油底壳之后，机油要多加1升，为什么？因为这个油底壳加大了。你如果还按原来的机油加注量去加，那就会显得机油少了，又以为烧机油了，其实是已经少加了。那如果用加大油底壳的话呢，机油多加1升啊，要加6升，保养的时候，为了换这个铝合金油底壳，螺丝都得换掉。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边是加厚的，看到没有？所以说螺丝都得换，没办法，10块钱1颗啊，服务站提的螺丝，这个长度在外面买不到。下油底壳，这个铝的呢散热会好一点啊，散热会好一点。这个油位传管气密封圈啊，拆一次换一次，免得到时候漏油。要轻松的、温柔的插入啊，轻松丝滑进入啊。那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飞轮螺丝要涂螺纹胶呢？对接发动机和变速箱，把这个给它换掉，换成铝合金的，顺便把里面的滤芯也换了。你看这个里面多脏，把里面的那个黑油也给它吸干净，多少万公里都没换变速箱油了，这车子。把这个里面搞干净啊，搞干净了，把新的放进去。然后到时候车辆启动之前把变速箱油先放掉，把变速箱油先换掉，换掉跑热以后再看一下啊有没有扫。啊，赶紧下去，放到这个铝合金的，那这辈子都不会漏了，对不对？
把这个变速箱油散热器拆出来啊。为什么要拆出来呢？它这个密封圈啊很容易漏，看到没有？这里已经开始往外渗了。换两个加粗一点的密封圈。这款变速箱呢，从这里有油下去，很多人误以为是铁盖漏，其实是这个密封圈漏。当然了，这个车铁盖不放心，密封垫也要给它换掉。都已经平了，看到没有？再过一会儿可能就要漏了，看到没有？平了，密封圈已经没用了。这样换好以后呢，这个密封就会高出来一点，这样的话绝对不会漏。奥迪原厂气缸床，像这个车没毛病，咱就不用打那个硬头胶了，只要它没有腐蚀、没有码点，咱们就正常上。但如果说缸面有腐蚀的，那就必须要打钢电胶。上气缸床啊，上气缸盖，60牛米加90度，缸杆螺丝按照我这个打绝对没毛病啊，几百台、上千台的试验了。气门室盖打胶水啊，胶线一定要打漂亮啊，既不会漏又美观。机油泵控制阀呢，给它换一个新的啊。它旧的呢有点油乎乎的，但也没击穿，毕竟广西这么远，万一出点问题擦屁股很麻烦，所以换个新的。摇臂、顶筒、凸轮轴到位，盖子一合就差不多了。使用17奥迪的原厂水泵啊，进口大众3片叶子的呢现在是搞不到了，但国产17奥迪的水泵也非常 OK。变速箱散热器啊，没办法堵住了，就换了。如果不换的话，机油温度过高，它也会烧机油。换全新的凸轮轴铝架啊，轻松推入。那为什么要更换呢？因为旧的那个已经拉伤了，我怕到时候发起来以后声音会比较响。全套3代EA888的链条系统，再也不用担心跳齿了，对不对？进口的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啊，你看这个是塑料的，那我们还是改成铁的，改成铁的就不会坏了，塑料的容易断，会漏。然后呢，改了以后这一段管子是吧，到这里的长度就不够了，那怎么办？很简单，尺寸跟那个暖空水管是一样的，去那个暖空水管里面剪一段过来就 OK 了。涡轮增压卡子上一个啊。上涡轮，这个呢就换下来了，已经老化掉了。这个是进口的啊，其实可以给它换成国产迈腾 CC 是一样用的。然后呢，但是换过以后，前面翻过来，换过以后跟这边对接的那根管子也要换掉，因为长短是不一样的。那刚好这台车子呢，这个管子也老化掉了，就一起换掉了。上把进气气管。这个呢是兄弟专利的废气阀，内置撞凝机构，在原厂旋风分离的基础上，双重分离、双重保障。但是啊，有一点要说清楚啊，有些人觉得换了这个东西就绝对不烧机油的，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发动机本体有问题或者涡轮有问题，那你换100个废气阀都是没有用的。插头换了一个，对吧？东西都得换，全换了，保这种也都要换了，这中间而且这个全断掉了是吧？全换掉，全部用8K0的啊，用 Q5A4 都可以。原来这种漏油的管子呢，给它换成这种外面的金属的，那就不会坏了，对不对？新的变速箱机脚，那发动机机脚呢已经上去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发动机更加平稳了，对不对？都说啊，我们是换件工，其实冤枉我们啊。像这个车高压棒有点漏油了，但是呢还没有到过浓这个地步，我们给它换一个修理包啊，能省的给它省。但是话说回来啊，原厂是不提供修理包的，你要么就换高压棒总成，买个日立的1000多块钱，那我们给车主省点钱，换一个修理包，打60牛米啊，行不行啊，兄弟？60牛米啊！这个高压棒修过以后呢，又能够坚持个几年，对吧？这款发动机呢，还有一个很容易漏气的地方，就是这个机油盖密封垫，因为是负压发动机，所以这个垫子很容易往里抽气啊。那换一个 GTS 的垫子，那就不会再漏了。很紧啊，盖起来非常的紧。这呢底盘没啥毛病啊，摆臂啥的都不换了。你看进口的都用单层冲压的，难怪姚厂长要发飙，是不是？元宝量身套换一个啊，其他没啥毛病。这个变速箱油放出来，你们觉得算不算干净？是不是要跟机油去比？那你说这个算干净对吧？那你如果说变速箱油比，那这个已经算黑了，是不是？放多少加多少，你也不用纠结到底要加多少升，对不对？放出来多少就多少。发动机总装完毕，拖过去，准备进入机舱。拆着拆着发现涡轮螺丝不好，高温的螺丝啊很容易滑丝。得亏家中常备这种螺丝啊！发动机进去喽，上元宝梁。等一下，这个变速箱底下这里给它刷干净啊，之前漏的油。这变速箱油呢是我从上汽大众拿过来的啊，一样的，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个油都是一样的，都是6速湿双离合的，跟现在的7速湿双离合的油是通用的。
我们天天嘲讽人家88、99、168、198，那我们自己用什么机油呢？这台车我打算给它用超级全合成啊。为什么要超级全合成？因为它是4类加5类基础油，真正的全合成机油。使用真正的全合成机油啊，这个车平时保养呢加5升，然后因为它油体格加大了，以后就得加6升了。那发动机出装里面是空的，那就得7升了，对不对？使用德联的防冻液啊，这个防冻液呢是奥迪出厂的防冻液，来给大众用绰绰有余了，是不是？启动，再来。发动机声音是润物细无声啊，真舒服啊！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斗，这台广西南宁过来的进口大众迈腾旅行车彻底搞定了，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动力很猛，声音很轻，油耗也很低。那回去之后呢，好好保养，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很多人说燃油添加剂会污染机油，这个话对也不全对。说你对，是因为你用的燃油添加剂是那种最原始的、纯的那种 PEA。但说你不对，如果是那种大厂的，比如说我们在用的巴斯夫的国际知名大企业推出来的，那绝对不会污染机油。那做到了这些之后，你的车将远离烧机油。好了，这一期到这里，点击加关注，爱吃爱熊猫修烧机油不迷路。补充一下啊，这个车油底壳加大了，变成3代1.888的油底壳了。如果加机油要多加一点，如果你按原来的加，机油只沾不到，不是我没给你修好，是你机油没加够啊。完美交车。